人心生一念，不管是善是恶呢，天地鬼神皆知。因果报应，你相信吗？美国的科学家呢，通过科学研究发现宗教中所说的因果报应原来都是真实存在的。在一次长达9年之久的研究之中呢，他们通过近万人的跟踪实验呢，通过这样的长期追踪，就发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它到底是什么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因果报应。以下的故事呢非常玄幻大家不要太当真哦。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Hello， 大家好，小唐。那么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因果报应、儒释道三教呢都有相关的文献资料，可以证明这一点。我们都知道，圣人的首要美德呢就是不欺骗，但也有一些人认为他们所作所为很隐秘，没有人会发现他们的所作所为，但是他们最终还是会受到惩罚，难逃报应。也正是因为有古来圣贤的教导呢，有了大量的典籍，所以古代的人对于生死轮回、因果循环呢，都是深信不疑。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越来越多的人相信科学，所以渐渐的开始就不相信这些科学暂时无法解释的事情。以前的人们拿宗教呢来反科学，而现在的人们呢却用科学来反宗教，这就是因果循环，一报还一报。不过到了近代呢，宗教和科学呢也从原来的对立矛盾又走到了一起。近几十年来呢，西方的科学和医学家们用大量的案例和大量的研究成果呢，为我们证明了宗教中所说的种种现象也是有合理之处的。下面我们讲一个故事是一位叫做 Jasper 的小孩呢。这个小孩在1954年，当时他还是3岁的时候患了天花病，于是呢昏迷不醒。那当时父母呢以为他走了非常的伤心。父亲呢就依偎在他的身边非常的痛心，准备等到天亮呢就把他送去殡仪馆。就在当天晚上呢，这个父亲挨着这个 Jasper 半梦半醒的时候呢，突然之间就觉得他好像有动静。这个时候父亲就马上起来看了一下这个小孩，发现他已经苏醒了过来，赶紧就拿水喂他，拿食物来喂他。可是这个小孩苏醒以后竟然所说的话已经完全不是这个人了。他说自己是一个22岁的青年，他的名字叫香肯，是在另一个地方居住的一个贵族，是一个印度的婆罗门的青年人。讲的话呢跟他原来的身世完全不同，明明一个3岁的小孩怎么说是22岁呢？而且这个小孩子拒绝他父亲给他的水和食物，因为在印度等级阶层还是比较严格的。所谓的婆罗门呢，他们是贵族，这些人他们不会吃那些平民家里的食物，所以这个加斯本家里原来就是平民，所以他醒来之后就不肯吃父亲给他的食物嘛。幸好呢，他们的邻居有一位婆罗门的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呢就义务的做些食物来给这个小孩子吃，他才肯接受。要不然呢，估计他也得活活饿死。那这个小孩子他就开始叙述他在生前做婆罗门青年的时候是怎么死的。他说有一天当他去参加一个亲戚的婚礼，在这个婚礼上呢，宴会就遇到了一个仇人。那个仇人以前向他借了很多钱，但是呢又不想还给他，所以就让他吃一些有毒的糖果。他当时也不知道就吃了这个糖果以后，在回家的路上毒性发作，就从马车上摔了下来，就这么死了。结果家里人都不知道他是被毒死的，还以为呢他是在婚宴上酒喝多了从马车上摔下来而摔死的，都不知道他是给仇人害的。这个事情呢后来也就平息了。结果这个史蒂芬教授呢就来到这个加斯本家呢，开始调查这个3岁的小孩，然后按照这个小孩所说的情况呢，就找到了他所说的前世的婆罗门的家族。结果一查呢，果然有这么一个人。就这么一件事情呢，这个人大家都不知道他是被毒死的，后来一调查才真相大白。所以这个仇人呢，他的心很毒，他借了人家的钱不还给人家，还想把人家害死。他以为这样做呢就神不知鬼不觉了，哪里知道他所害的这个人转了一世呢，居然把这个仇恨还记在心里，然后还把他说了出来。所以想想看，真的是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嘛。而近几年呢，美国的科学家通过科学的研究调查，就发现宗教上面所谓的因果报呢，其实是真实存在。那么在9年的时间里面，他们追踪了将近1万多人经过这么长的时间的跟踪呢，就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那些童年时代有过前科的人呢，或者是经常欺负同龄人，通常他们的体能当时要优于其他的孩子，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呢，他们会慢慢的改变，问题青少年的体质就会大幅的下降，经常会生病，甚至会有肢体残疾。他们的总体健康水平也比他们的同龄人要差得多，而且这是很常见的，很有代表性。在不同的种族阶层呢，即使他们有健身习惯的人群中也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因此科学家就公布了科学研究成果，认为做好事可以增加生命。之所以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完全就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心态有着密切的关系。
科学家们已经在神经化学方面找到了这个现象。当人们具备善良的想法和积极的思考的时候啊，人体内会分泌使细胞健康的神经传导物质，免疫细胞会变得活跃，所以人呢就不容易得病。反而是一种消极的情绪、负面的情绪啊，会让人身体产生毒素，而这种毒素对人的身体有很大的伤害。换句话说啊，正念不灭呢，身体的免疫力就会增强。但如果存在着负面的想法，那么身体的神经啊就会与之相反。这个时候，人的负面情绪就会被激发，而积极的情绪啊会被压制。那样的话，人体的正常运转呢就会受到影响。所以，诚实和善良的老实人啊就会更健康，也会活得更久嘛。当然，也有一些无神论者认为啊，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影响。道德呢是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没有任何的标准。但事实上，最近的一项科学研究表明呢，善与恶啊，在能量的频率和物质的特性上都存在着差异。就像我们刚刚出生的小孩，还没有被思想灌输的孩子呢，他的天性就是善良的。又比如一个人想要撒谎，不管他的表情有多平静，他的身体呢就会发生一些不受控制的变化。这就说明人的身体运行的时候啊，好像有一种客观的特征，而不是由人的思维来决定的。所以啊，测谎仪才能够准确地判断出一个人是不是在撒谎。因为就算你的精神力再强，身体也会被这些邪恶的念头啊所影响而产生变化。因为宇宙万物的根本就是能量嘛，一切都依赖于它运行和维持，所以所有的东西呢都有某种程度的意识和能量的层级。大卫·霍金斯呢，通过20多年的研究就表明啊，人体的振动频率啊，随着体质、心理状况的变化而变化。他将人的意识的振动频率就映射到了1到1000之间。如果一个人的振动频率是低于200以下的，那么他的身体呢就会变得虚弱；而在200到1000之间呢，则是让他的身体得到了强化。霍金斯还发现，正念与善念啊，能够提高人的意志，改变人体内的微颗粒的振动频率，从而提高人的身心健康。而邪恶的思想会使我们的行为降低到最低的振动频率，而我们也会因此而变得虚弱，这对人类是不利的呀。从这些科学角度来看呢，善与恶的因果关系啊，已经超出了有神论所提倡的人生的价值，而成为了人体整体发展与存在的法则。这些科学研究也从另一个角度就证明了古人所相信的善与恶，并非是观念上的闭塞与无知，而是当时的一大批人啊对于生命的基本观念。在《东周列国志》上有这么一段记载啊，在春秋战国时期呢，秦国和赵国正在打仗。赵国的大将赵括呢，他不懂用兵之道，只会纸上谈兵，结果被秦朝的大将白起大败。所以赵国呢有40万的军队都被秦国的白起呢大将给抓住了，然后白起竟然把这40万的降卒都给活埋了。所以这个杀业啊就造得很重。根据《东周列国志》的记载呢，到了唐朝末年，有一天天上突然打了个晴天霹雳，这个大雷呢就震死了一头牛，这个牛的肚子上啊就写着白起2个字。结果历史上的评论员呢就讲到，是因为秦国的大将白起啊当时啊杀了太多人，所以他生生世世呢都要轮回做畜生，还要受到天雷雷击的报应。而那个被劈死的牛呢，就是当时的白起。所以说，如果宇宙呢是由大爆炸而产生的，那么宇宙万物啊都是同一事物的一小部分嘛，两者之间必然有一定的联系。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呢，自然就是宇宙中的一部分嘛。天人合一呢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种天人感应的思想，其理论根据呢是天人合一。古人相信呢，天道和人道啊，自然和人合为一。一旦人类对于自然环境做了破坏呢，那么必然会引起各种各样的灾难。天人感应这一概念最早提出于中国西汉时期的董仲舒，他主要把天人格化，把人比附于天，天有什么人就有什么，天和人是相通的，将凡间的事情啊都说成是天上的意志，是天上故意安排的。董仲舒相信呢，人的一举一动呢都能够感受到上天的同类感，做好事呢就有好报，做坏事呢就有坏报，人类呢就是这个宇宙的一员。我们的祖先创立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对天地万物呢有着统一的深刻的理解。不过佛家呢对于宇宙的现象却有着更深刻的认识。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啊是物质的，在这个宇宙中啊，所有的东西呢都在不停地发生着变化，而这些变化呢也是有规律的。所谓的因果报应呢，确切的说应该是称之为因果律，因为它是宇宙本有的物质运动的现象，是不会随意改变的。佛家中有因果报应的说法，既是对因果报应的合理性与精确性啊给予了极高的肯定。但是呢，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呢，人们对因果的相信啊却越来越少了。难道许多人都不怕遭报应了吗？事实上，无知的人之所以无畏呢，是因为他们不相信因果。
他们认为没有因果，为什么要做好事呢？做坏事又如何呢？所以才会有很多人的思想行为没有约束嘛，为所欲为，不计后果。不相信因果的人呢，是不会有这种敬畏之心和羞耻之心的。他不相信未来，也不相信因果，所以呢，行事是毫无顾忌的，只要不被人察觉就好。他只关心他短期的利益，没有为未来着想。所以下面我们再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在美国的阿拉斯加州呢，在那个州里有个叫做查尔斯·波特的人。这位查尔斯·波特先生呢，他是1907年出生在阿拉斯加的，他属于印第安人的血统。这位波特先生呢，2岁的时候就能够讲自己的前世。他说自己的前世呢，也是印第安族的一员，不过呢是在另外一个印第安族。这个印第安族呢，跟他现在这个家族正在打仗，结果他在战争中呢被敌人给刺死了。他每每说到自己的前世的时候总是指着身上的一块胎记，就是右肋骨下面正中央有一个很明显的胎记，是长1寸多，宽半寸多，一个菱形胎记。他说这个地方就是他前世呢在氏族的战争中被敌人用长矛从这里刺了进来，一刺进来呢肯定是伤到了体内重要的器官，所以几乎一刺进来马上就会死掉。所以别人看到他的胎记就问他，你这个胎记是怎么回事呢？他总是把前身的这一幕可怕的景象给说了出来。而更离奇的是，他居然能够说出杀他的凶手是谁，就是前世在战争当中杀他的那个敌人。这个敌人呢，他还认识，就是他自己这一生家族里的成员，是他妈妈的舅舅，就是他的舅公。他自己的前身的名字呢，叫做特林吉特，就是他自己前世的名字，被他的舅公给杀死。而且当他说起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的舅公还活着，所以这个事情他的妈妈知道，他的舅公自己更加知道，因为他舅公就是亲手把这个人给杀死的呀。所以看到这样一个氏族斗争当中敌我之间的这种互相残杀呢，到最后这个敌人又投胎到了自己的家族里做了亲人。所以你想想，这位波特先生为什么要投胎到这个家族里来呢？因为他还带着一股怨气他要来这里报仇。前世自己的舅公杀了他，这一世呢又投胎来这里报仇，这就所谓是冤冤相报嘛。不过也有不少人怀疑因果报应的存在，因为他们发现很多好人都没有得到好报，反而被人欺骗，被人欺负，甚至连生命都没有了。而那些罪恶大极的人却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这是怎么回事呢？许多人怀疑或者是不相信因果报应，是因为在现实世界中有许多好人没有得到好报，而坏人呢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报应。事实上，因果关系很复杂，具体的原因呢，我们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就是指一种原因呢同时引起多种结果；第二就是指一种结果由多种同时起作用的原因而引起的；第三就是说多种原因引起了多种结果嘛。明白了因果报应的复杂多样性呢，我们再回头来看为什么有时候好人不得好报，恶人不得恶报呢？这个问题就比较好理解了，其实就是一种表面现象而已有时候好人不得好报，很有可能是因为他的好报的时间还未到嘛。反过来说，他虽然是在行善，但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上辈子做了太多的坏事，正好呢现在的恶报呢一直在延续，还没有完结。这表面上就呈现出了一种好人不得好报的一种假象来。也有一些人作恶多端现在看他们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甚至升官发财嘛，很有可能呢他的恶报的时间还没有到嘛。他这一世虽然还在作恶多端，但是他上辈子做了不少的善事是善报一直延续到现在还没有完结，所以就呈现出了一种恶人不得恶报的假象来。美国有份杂志曾经就发表过一篇有关于坏心情产生毒素的研究报告。报告中就称，在心理实验室中实验显示呢，人类的恶念能够引起生理上的化学物质的变化，在血液中就产生一种毒素。当人在正常的心态下向一个冰杯内吐气时凝附着的是一种无色透明的物质，但当一个人处在怨恨、暴怒、恐惧、嫉妒的心情下向这个冰杯吐气时凝聚起的这个物体便会呈现出不同的颜色。通过化学分析得知呢，人的负面思想会使人体内就产生毒素。乐于助人且与他人相处融洽的人，其健康状况和寿命明显优于常怀恶意、心胸狭窄、损人利己的人，而后者的死亡率比正常人就高出了 1.5 到2倍。在不同的种族、阶级、健身习惯群中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于是科学家就公布了研究成果，行善能够使人长寿。事实上，中国的古代医学的著作《黄帝内经》中也讲到了，静则神藏，躁则消亡。静呢是指的人的精神，情志保持在宁静的状态，神气清净而无杂念，可达到真气记忆体、心神平安的目的。其实静的意义很广泛，不是单纯的静止不动，而是人的思想和行为呢，在受到外界的冲撞的时候，有豁达的心胸去包容、去体谅，而不是马上进入热战的状态，唇枪舌战一番嘛。
现代的科学研究表明呢，人在入境后，大脑可以恢复到儿童时代的脑电波状态，使得衰老呢暂时得到逆转。在天道中有这样一句话，如果这个世界不是黑白颠倒，那还能叫人间吗？那就应该叫天国了呀。同样，佛也说众生颠倒，所以你要是能够做到不颠倒的话，那么你就是佛了呀。这就是因果现世报的故事。相信大家看完这个故事之后也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了吧。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就讲完了。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欢迎在下方留言与我们互动哦。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与小唐的频道哦，拜拜。拜拜。